正在看视频的你，无疑还属于通常意义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然，如果你把本系列读给一个鬼魂听，那便是对他最好的超度。因此，文字中的内容有些你能理解，有些则还不能，是因为小我的逻辑认知是有字体局限的，而文中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说给沉迷后的意识听的。看不明白的也无所谓了，留个印象，当个故事就好。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总是怕什么来什么，好的不灵，坏的灵。你知道这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吗？对于灵魂来说，自爱和爱人哪个更重要？灵魂的智慧又是怎样进化的？本期我们来探究上面几个问题，以及展开对宿命与自由意识话题的探讨。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怕什么来什么，你所畏惧的将成为你必然要经历的功课。恐惧拉低了自我意识频率，进而引发了低频的课业体验。好的不灵，坏的灵，这是最让人抓狂的一种人生设定，是通过习惯性的诅咒式口业造成的心愿显化，把自己牵引入这个被自己添加的实相故事里参与体验。前者是高我因你的短板而布置的课业，后者是你起心动念求来的。例如，穿这么少出门不感冒才怪呢，看你慌慌张张的出门不出事才怪，今天周五出门一定被堵死在路上，你就这样吧，早晚我们得离婚。这些许愿性的话语说的人觉得自己只是提出一个警醒，为了引起他人的重视，纯粹的好心。但这些关爱一句句在潜意识里形成了催眠指令，成就了恶毒的黑魔法诅咒式攻击，纯属好心办坏事的典型。这样的心理暗示对他人与自己同样效果显著。爱己如爱人，爱人如爱己。自爱的程度与利他的程度要相符，因为自己也是众生中的一员，众生也是自我的一部分。苛待自己与苛待他人都是同样的窥视，是差别心的显化。你希望自己多幸福，就同样的去照顾他人；你希望众生多喜乐，就一样的对待自己的身心。不评判他人，也不要折磨自己，以万物其本真的样子接纳他们就好。当一个人渴望与他人形成互动的时候，自身的能量意识出手会尝试与对方形成交流，实质的伸向对方的能量层。太强势或强硬的气场会给他人以压迫感。在交流的时候，若感受到肢体语言或语言上的回绝、伤害、压制、冷漠，出于应激防御的反馈，意识会表现出攻击性能量与意愿。被激活的能量会显化出多种可能的释放途径：战胜他人获得喜乐，或战败形成记恨；战胜自己获得喜乐，或屈服现状形成怨恨；悟出事中蕴含的启迪获得喜乐，或怎么也想不通形成苦闷。这三种分别是外向抗争与内向认知更新、心智觉知成长。上面三个是积极面向的意识流，而消极面向的意识流是假装看不见、逃避或逃不过认倒霉、干脆装作无感或压根脱离接触、回避意识面的感触，想都不想，躲进山挖个洞自己待着。入世当人，进山当仙。这三种分别是形式逃避、认知逃避、心理逃避。人在遭遇事件时的行为分为进取的弓、后退的手和原地发呆吓傻了。而灵魂更喜欢上下左右从不同角度去品味分析，好好的琢磨一番，到底安排这个科目的功课藏着什么寓意。在一连串人生课题被呈现时，除了利他利己两个选项外，还有就是双赢的可能性是否能被自己发掘出来。动心思比动脑子强，动脑子比动嘴强，动嘴比动手强，动手比逃跑强，逃跑比吓傻了强。动心思的能找到非逻辑的奇谋，动脑子的能想到很科学的方法，动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到动手了又其次伐兵。有一种心理疾病叫做边缘性人格障碍，
这样的患者就是在主动挑衅和不断逃避的两极不稳定的相互切换，是嘴又快，手又欠，动不动就倍感伤害，寻死觅活，既好强又自卑，没心眼没脑子。灵魂的智慧进化是有一个明确流程的，那就是生存、恐惧、团结、爱、分享、平等、利他或利己、双赢、共鸣。从一个小白成长成大佬，这一历程是逐一递进的，只不过每个意识体在逐个阶梯上卡顿的时长各不相同，有时就隔着一张窗户纸，领悟到却需千百年的历练。谅解一个灵魂在接近自我圆满前的最后人生功课，就是去之前自己所有经历过的生命中，去扮演你曾经最讨厌、憎恨的人，用那个角色的视角与人生了解那个角色要带给你的助缘课题与意义，承受来自那个时代中你自己的怨恨，逐一整合你历代生命中那些最放不下的心结，用成熟的智慧去重新审视那些你始终耿耿于怀、不可宽恕的伤害，直到最后达成了全然无漏的通透，再无二分的记挂。一切在你意识中都是爱的诠释，那些被时空滞留住的自我才能有资格进入中阴内核，与高我融汇成一体，达成这一善区面向功课的毕业，得到解脱。存在必有其道理，想不通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当智慧达成清明无漏的境界时，观世间只有爱与被爱的协奏曲。宿命与自由意识的相互平衡。宿命与课程表。灵魂通过种种经历而察觉到自己以为的与自己所示的存在着哪些差距，也看到了自己之所长与所短。灵魂是高我的法身化身，它的唯一任务就是秉承高我的短板，并磨练自身的缺憾。所以灵魂的日子从来没有好过的，可以说总是放下所长而专攻所短。你说那日子能不苦，能不累吗？但话说回来，每天精益求精的只在自己擅长的方向上当着上师，怎么可能达成无漏智慧的完形呢？小我灵魂是以群的形式存在的，相互帮助也相互制约，在彼此间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平衡不光是在能量层面上、意识层面上，也包括课业层面上的。而参与平衡的主体，不光是同一个高我下的不同灵魂，还包括自我灵魂本体的不同时空连贯体与平行体。举一个我们日常中的例子帮助理解。一个大公司，它的整体就是高我，它有一个主体意识，但同时也是一个集团意识之总和。这个主体意识，董事长有自己的想法，但是高我时空连贯体犹如董事会在制约着单一高我的主张。公司下属数个部门，每个部门有专门应对的面向，各个部门就是小我灵魂群，他们体现董事会的意图，并达成高层的期许。灵魂下面没有再细分的实体部门，但可以同时关注多个方面，每个方面可以形成重复的历经，这导致从实际效果上来说，灵魂可以虚化出众多的平行分身，在时间上平行，在觉知维度频率上平行，在可能性上平行。它们同时存在，又只有一个本质的个体，就好像所有的灵魂同时存在，却只有一个高我一般。在生命中的小我看来，有3个同时的此生在不同的平行可能中展开，必定有3个自己的意识同时存在。因为小我的时间观念是以我所在的点为参照物的，而在灵魂看来，它是先后经历了3次同一角色的不同人生轨迹，每一次都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因为灵界的时间轴与故事时间轴不相互匹配，所以3次又都是同时存在的。比如说，你爱看纪录片《知古见今》，搜集来了各个时代不同人一生的纪录片，你会先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及当下关注的面向去首先观看。纪录片中的故事各有高潮，也有日常的琐碎，为了节省时间，你同时在不同屏幕上观看不同人的人生纪录片，哪个情节跌宕起伏，你就多看2眼，哪个乏味冗长，
就让它自己放着。这些纪录片或许来自同一个时代，或许时代跨度很大，但是它们都同时呈现在你的眼前。有些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你会反复地多看几遍。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影片又推出了互动版的可能，在大小人生节点上，你可以参与选择不同的人生走向。这带来了更加投入的乐趣，也带来了对其他落选可能的惦念。如果当初做出不同的选择，结局又会怎样呢？同一个故事可以用同一个角色反复经历相同的或不同的人生选择。同一个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可以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形成不同的视角，感受各自得失。同一个时代不同的意识频率可以进入不同的实相空间，感受这个时代的别样可能。同一个灵魂可以同时关注多个时代中不同的故事线，感受不同的人生体验。这些同时代中不同时代的女性，共同的同时生活在我们的视野中，就好像灵魂同时看着不同时代中的人类与其他种族文明，随时可以兴起而形成访问。人类把历史按照各种阶段放入自己的抽屉，但它们却同时鲜活地存在于当下。宿命是这个角色的固有频率与轨迹，是所处环境内的规制之力，是所使用载具的默认能耐上限，是角色故事中所有必然环节的束缚，并且也同时包含了其所有平行可能性上的变摇与垂直可能性上的变频。一切都在计算内，但唯独灵魂的自由意识在这些点上会如何衔接与拼接是一种未知的变量。就好像下围棋的过程中，从第一手到收官的策略组合可谓变化无穷，而围棋只是双人的对弈，如果把交互的参与者增加，可能性变量就会几何形式递增。棋盘是死的，经纬线是固定的，规则是确定的，这些都是宿命的部分。过程与结果是自由意识的部分。多数时候我们在和系统游戏，只是太过逼真，个体压根儿感觉不到差距，就像你也压根儿并不知道此刻的自己是否被灵魂关注着，还是自动运行着脱机任务。下期我们接着讲述灵魂如何介入与塑造自己的角色。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28期结束，谢谢观看。